就让这些黑化的英灵们变白，而是让凝神曲打头阵，先安抚住英灵们。一曲毕，接下来南嫣然弹奏的是破障曲，破除心魔，消除心障。随着破障曲的响起，缠绕在英灵们身上的怨气煞气一点点消散，英灵们脸上乖戾可怖的表情褪去，黑洞一样的双目恢复了正常，眼白回归，双手不再是利爪状，看着与寻常婴儿并无什么不同，但也只是看着。南嫣然知道还不够，最后的安魂曲方能彻底消除英灵们心底的怨恨，超度他们，送入轮回。暗处的男人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察觉到鬼婴们正在快速脱离自己的掌控，男人心中一慌。不行，不能让他再弹下去了，我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这些鬼婴，将他们养得一天比一天凶残暴戾，还指望这些婴奴能替我在鬼境打下一片江山呢，绝不能放任他们回归自由。男人一脸阴鸷，从怀中掏出一支短笛，放到唇边，古怪的音调响起的刹那，英灵们齐齐一震，眼中似有黑雾涌动。男人心中冷笑，他这笛声能助长英奴们滋生怨气煞气。看你是消除的快，还是本座助长的快？这一念刚过，男人手中的短笛忽然砰的一声炸成齑粉，而他则被一股不可抗之力自藏身处拽至高空，再狠狠地拍向地面。男人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大坑，鲜血汩汩流出，将坑底浸润，浑身骨骼散架，宛如一滩软面条似的他已然出气多进气少。药王嘶了一声，斜睨着把人整成这样的玉，感叹：暴力呀，暴力呀！如此凶残，控制我们的坏蛋很看重他们，姐姐，你把他们抓走吧。音落，英灵们消失在南嫣然几人眼前。南嫣然微舒口气，没想过要英灵们报答，但有的话他也是不会客气的。南嫣然去控制英灵们的男人砸出的大坑前，懒得看他是死是活，直接打入一道混沌圣火，将其焚灭。玄阴草、鬼莲，前者南嫣然倒是知道，后者没听过。神识探出，很快锁定了几株玄阴草生长之处。再过片刻，一株外形恰似莲花的黑色花进入了南嫣然的视线。南嫣然想，这应该就是那什么鬼莲了。采摘完玄阴草，南嫣然去到黑色莲花前，七色魔莲从空间飘了出来，冲南嫣然撒娇：亲爱的主人，人家想吃这花花。南嫣然微讶，戳了戳自家魔宠：你知道它是什么品种的东西吗？不知道，只感觉这花花会对我有用。那你吃了它吧。对自家崽子，南嫣然当然是宠。主人么么么。开心的七色魔莲正欲飘到南嫣然脸上贴一下，但有某位占有欲极强的醋坛子在，他当然是没能如愿。七色魔莲化悲愤为食欲，7片莲瓣包起鬼莲，3两下吞了。南嫣然端详着他，怎么样，没什么问题吧？有，好事啊，主人。七色魔莲开心的在空中转圈圈。好事？南嫣然沉吟片刻，眸光一动，你橙色莲瓣的天赋技能解锁了。七色魔莲有7片莲瓣，1片一颜色，7道彩虹色，1片拥有1项天赋技能。与南嫣然契约的时候，赤色莲瓣的天赋技能解锁，可以看出修为境界不超出南嫣然2个大境界之人的神魂状况，抽取神魂。主人，橙色莲瓣的天赋技能本就快解锁了，被那黑花花一补，直接提前了。七色魔莲飘回南嫣然手上，南嫣然盯着橙色莲瓣，眼带笑意。说说，这回是什么技能？主人，你亲人家一口，人家就告诉你。七色魔莲仍不死心，
想跟自家美丽的主人贴贴。南嫣然眯了眯眸子，似笑非笑。看来小莲花你是飘了。七色魔莲莫名打了个寒战，忙不迭道：没有，人家很老实本分的，绝对不飘。魔老实本分莲暂时压下自己的非分之想。主人，我的新技能是篡改抹除记忆，修为不超过主人2个大境界之人的任意段记忆，我都能篡改或抹除。竟然是篡改抹除记忆，南嫣然有些意外。他猜了好几种技能，却没有往记忆这方面猜过。篡改或者抹除记忆的前提是得知道人家的记忆，所以你这个技能还一并包括了搜魂。对的，也可以只搜魂不篡改或抹除记忆，并不是一定得同时进行。搜魂时是否要破坏对方的灵石，让其成为傻子，端看主人你的决定。搜到的记忆画面可以展示出来，供人观看。主人，我这个新技能就是在你那位水星小伙伴的4色灵局已解锁的那个技能的基础上，多了一项篡改和抹除记忆。很好，很实用的技能。这样他就不用修习修为在灵王境以上才能掌握的搜魂术了。且搜魂术一经使用，被搜魂者100%成为傻子。在只想查看对方记忆，暂时不想把人弄傻等特殊情况下，不太方便。七色魔莲蹭了蹭南嫣然的手心。主人喜欢就好。喜欢，期待你解锁黄色莲瓣的技能。我会加油的。主宠闲聊了一会儿，南嫣然才再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好消息。一行人离开鬼婴山，继续往目的地而去。历时半个月，南嫣然一行人抵达北海海岸，看引魂木要往海上飘的架势。药王人魂在恶魔岛一事已经实锤了。南嫣然几人到时，海岸边只剩一艘开往恶魔岛的船只，且那船已经要出发了。船家等等，还有我们！来不及多想，南嫣然几人火速冲上船。船家生得高大威猛，浑身肌肉虬结。他逆着南嫣然几人淡淡道：每人10块玄晶。玄晶？南嫣然几人面面相觑。是了，坐人家的船当然要付船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玄晶是什么，更没有这东西。看着怔住的南嫣然几人，船家脸一沉，声音冷了下来：你们几个莫不是拿不出玄晶？拿不出就赶紧下去，我这儿可不行白嫖。船上其他乘客见状也纷纷表达不满。哪里来的傻缺，没钱还敢冲上船？快滚，别在这儿耽搁开船的时间。就是，老子急着去恶魔岛呢。南嫣然他们从没想过自己会陷入这般尴尬的境地，这可真是破天荒头一遭。正当南嫣然欲开口问船家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玄晶时，船上又来了一位乘客。不等船家开口，来人便扔给他一袋玄晶。船家冷硬的面部线条柔和了几分。这位客人，船费是1人10块玄晶，你给的太多了。不多，刚刚好。来人嗓音低沉冷冽，却不难听出音质极佳。啊？船家不解，怎么个刚刚好法？来人走到南嫣然几人身前。他们的船费我付了。船家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么个发展，目光在来人和南嫣然几人身上扫过，掂了掂手上的钱袋。这样啊，确实刚刚好。几位找个位置坐下吧，我要开船了。船家暗忖，双方应该认识的吧？这世上哪有帮陌生人出钱的冤大头？事情的发展亦是南嫣然他们不曾预料到的。几人认出了为他们付船费之人，对方一身黑色劲装，头戴帷帽，面容隐在自帷帽上垂下的黑纱内，看不真切。显然那黑纱可以隔绝他人神识。来人正是之前在幽冥之森时以引魂木打动龟仙人，得以踏上虚无冥河之人。
说起来，南嫣然几人还挺感谢这位黑衣人的。若没有他给龟仙人献上引魂木，想要寻到药王的人魂，定然要比现在耗时耗力很多。现在就是他给解的围。南嫣然眸内划过一抹深思，他们一行人皆已改容换貌，对方应该不是冲着与他们有过一面之缘才解囊相助的吧？黑衣人解囊相助完，并未与南嫣然几人搭话，径自走到了一个空位上坐下。这次出乎南嫣然几人的意料，难不成他们真碰上了做好事不求回报的人？不愿欠人人情，南嫣然行至黑衣人跟前，将一只锦盒递给他。多谢阁下解囊相助，此物是我们的谢礼。锦盒中是一株玄阴草，南嫣然估摸着那什么玄晶应该是鬼境的通用货币，玄阴草的价值抵黑衣人为他们付的船资绰绰有余。黑衣人并未收下锦盒，淡淡道：在下只是顺心而已，不必答谢。阁下收下吧，平白占人便宜，非我们所愿。见南嫣然坚持，黑衣人接过锦盒，打开看了一眼，他被黑纱挡住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诧异之色。此物太过贵重，价值远超在下方才所付的几十块玄晶，恕在下不能收。南嫣然都没觉得肉疼，有些时候行事不一定非要10对10、100对100才是不吃亏。在一众让他们下船的呼声中，有人愿意伸出援手，这份心当然值得更好的回报。当然了，也有因为对方是鬼修的原因，他们一行灵修身上只有玄阴草适合拿出来答谢对方，不会暴露灵修身份。南嫣然不欲与黑衣人就收不收的问题僵持不下。谢礼已送到，我不会收回。阁下现在是此物之主，可自行决定如何处理它。话落，南嫣然和药王他们去到另一处空位上坐下。黑衣人握着锦盒，心情一时有些复杂。这姑娘行事还真是干脆利落，只是不知她与她的同伴们是如何改容换貌的，竟看不出丝毫易容的痕迹，就好像那本就是他们的真实面貌一样。真是有意思。黑衣人勾了勾唇，每个人的神魂带有独一无二的气息，这种气息浅淡至极，没人闻得到，而他却是个例外，生来便能闻到他人神魂的气息。容貌、声音、修为等能调整改变，神魂的气息不知如何才能。皮皮忽然啊了一声，声音还不小，使得众人的视线投向他。怎么了，皮皮？皮皮盯着张贴在城墙上的一张榜文，琉璃般的眸子充斥着震惊之色。他侧手看向药王：您老还记得自己叫啥名字不？段无念呢？你和楠楠不是跟我说过？那您看看那份榜文。闻言，不止药王，南嫣然他们也好奇地望向城墙上的榜文。当看到岛主夫君无念尊上几个字时，气氛为之一静。片刻后，药王不以为然道：许是同名吧，世上同名之人何其多呀。话虽如此，但您老可别忘了，您的在城中，这就不得不让人多想了。顾忌黑衣人在，皮皮没把人魂2字说出口。南嫣然看完榜文，再看自家义父，一时不知要说什么好。和义父同名的岛主夫君，莫非是？未免楚天青也眼神诡异，而黑衣人看着榜文，眼里浮现担忧之色。义父昏迷不醒，怎么会这样？注意到南嫣然他们自看到榜文后，气氛就古怪起来。联系皮皮和药王的对话，黑衣人看向药王，看着看着，黑衣人心中一震。这老者神魂的气息怎的似曾相识呢？他可以肯定，与这老者的第一次照面是不到1个月前在幽冥之森。那这似曾相识的神魂气息来自于……黑衣人目光颤动。我想起来了，姨父的神魂气息就是这样的。他有3年没回鬼境见过姨父，若无刺激，
好端端的当然不会突然想起姨父的神魂气息，加之姨父是青年，眼前这位是老者，怎么也不会联系在一起，这才在一开始没有辨别出来这两人拥有同样的神魂气息。黑衣人猛然想起自己给龟仙人的引魂木被龟仙人用来跟药王换取他葫芦里酒的酿制配方，引魂木的作用他再清楚不过了，心中生出了一个猜测，饶是黑衣人性情稳重，此时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这样的话，娟爷该怎么办呢？南嫣然这会儿自然没心思留意黑衣人，不管义父与岛主夫君是否有关系，首先得入城。这玄衣榜我接了。南嫣然上前接下榜文，而后对药王他们道：走，咱们入城去。见南嫣然一行人接榜入城，黑衣人心乱如麻。原来那姑娘所说他们不得不入城的理由，竟然是受引魂木指引而来，为那老者寻回缺失的魂魄。君子端方的遗腹，竟是那老者缺失的魂魄具形而成。黑衣人下意识地快步上前，挡在南嫣然几人跟前，右手微抬，似有阻止之意。他欲言又止，最终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没有立场阻止。对于黑衣人的举动，并不知道对方已经认出了他们的南嫣然几人，皆感到有些奇怪。道友若无事，我们便就此别过。南嫣然几人朝黑衣人略一颔首，而后越过他，去跟城门守卫说明他们的来意。几位，不知你们中哪位是医师？医师最多只能带一位药师入城，还请见谅。虽说目前前来接榜的医师没有一个瞧得出岛主夫君为何昏迷不醒，但希望总是要有的，说不定这回接榜的医师能成功治好岛主夫君呢。本着这样的想法，南嫣然不放心自己和药王入城，把皮皮、卫冕他们留在外面。好在有一个能进活人的空间，那当然一起入城喽。到了一处无人之地，身势探出，确定没有其他人盯着这边后，南嫣然手一挥，卫冕、皮皮他们身形如流光一般被收进了黑域空间。空间内有着仙境一样的世外天，几人倒也惬意。玉则一直化身隐形人，陪在自家媳妇儿身边。搞定后，南嫣然和药王返回城门口，而黑衣人在南嫣然他们暂时离开城门后，朝守卫出示了一张令牌，被守卫恭敬地请进了城。入城后，黑衣人摘下了头上的帷帽，露出了一张俊美无愁的脸，看着20几岁的模样，只是此时这张脸有着几分忧色，顾不得回应一路上对自己行礼问安的人。黑衣人匆匆去过圣宫，占地辽阔的圣宫内有着众多华丽别致的殿宇，其中最大最雅致的月华殿是这圣宫之主恶鬼岛岛主夫妇的寝殿。黑衣人来到月华殿外，守在殿外的侍女看到他，连忙行礼：我要见娟姨和姨父。黑衣人摆了摆手，侍女应了一声，进殿通报去了。月华殿内，一名俊逸非凡的男子躺在榻上，双目紧闭，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榻边坐着一名容颜清丽、气质清冷的白衣女子，女子正是恶鬼岛岛主木婵娟。木婵娟一瞬不瞬地注视着榻上的男子，凤眸内一片担忧，轻不可闻的呢喃自她的唇间溢出，饱含深情。夫君，你到底怎么了？为何还不醒来？岛主，崭新少爷求见您，人正在殿外等候。侍女的声音拉回了木婵娟的神思。那小子来了。3年未见，本尊都要忘了他长什么样了。其声凌凌如碎玉，与他清冷的气质极为契合。侍女抿唇一笑，知道自家主子一贯口不对心。木婵娟起身，让他进来。是。侍女退出殿内，很快一袭黑色劲装20多岁的男子步入殿内，他朝木婵娟躬身一礼：崭星见过娟姨。
娟姨，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跟您说，事关姨父。说着，名为展星的黑衣男子快步地去到榻边，嗅到榻上之人的神魂气息，展星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落空。这神魂气息，不久前他在城门口闻到过，事情已经确认的不能再确认了。见展星神情凝重，穆婵娟眸色一沉。与你姨父有关？什么事？对上穆婵娟满含担忧的凤眸，展星喉头发堵，一时竟不知该不该说。娟姨本就因姨父昏迷不醒，身心备受煎熬，若再得知姨父是他人的一道人魂聚形而成，其本体已经寻来，这对娟姨的打击可想而知。而且姨父若回归本体，与娟姨的夫妻之情还会存在吗？穆婵娟还从未见过这个小辈露出这般纠结之色，心中浮现不好的预感。展星，到底发生？岛主，有医师接下寻医榜，城门守卫已将人带至殿外，可要现在让医师入殿为尊上看诊。展星目光一颤，来得这么快吗？穆婵娟按了按眉心，既然医师已经到了，不好叫人多等，把人请进来吧。他转而看向展星，展星，你要与我说的事过后再说。穆婵娟不曾察觉到自己无意识受到了方才心中浮现的不好预感的影响，这影响体现在她此刻做出的决定上。即便医师在殿外等候，但让展星把话说完的时间还是有的，过后再说，有种逃避的意味。展星嘴唇嗫嚅，心中苦笑，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脚步声响起，展星抬眼，来人并不是他以为的药王和南嫣然他们中的任意一个，而是一个从未见过的老者与一个戴面具、着黑裙、拎着药箱的女子。老者看似神情淡然，但他眼底的倨傲却是掩不住。黑裙女子盈盈一俯身，小女见过岛主。收到女子传音的老者心不甘情不愿地朝穆婵娟拱了拱手。金某见过岛主。这两人正是先南嫣然和药王一部入城的南雨荣和灵医谷医师。在南嫣然和药王返回城门口之前，两人来到了城门外，从城墙上接下了一张寻医榜，入了城。南雨荣在灵医谷一直戴着面具，不曾暴露过真容，现在即便回了鬼境，但身边有灵医谷的金医师在，他自然不会取下面具。穆婵娟抬手示意，金医师，榻上之人便是本尊的夫君，你给他看诊吧。金医师淡淡点头，去到床榻前，在侍女备好的椅子上落座。扮作药师的南雨荣立于他身后。当看到榻上的男子的面容，金医师神色猛地一变，死人的脸他见过。金医师心中骇然，眼前这男子的脸竟和他金家先祖传下来的那幅画的画上之人生得一模一样。先祖曾是药王殿10大长老之一，药王失踪100年后，灵医谷横空出世，先祖是第一批接受灵医谷招揽的药王殿之人。离开药王殿之前，先祖悄悄地从药王的寝殿拿走了一幅画，那幅画画着青年模样的药王。先祖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收藏药王的画像，药王殿中有一处药阁，是药王炼丹制药、钻研医术药理之地。想也知道，药阁内必定有药王一生的心血，各种珍贵的丹药丹方、药剂配方、医术心得、药理大全、丹炉药鼎等等等等。药王失踪久久不归后，盯着药阁的人每日剧增，然而却无一人能成功踏入药阁，只因药阁四周有着药王传人九弟设下的禁制，除了药王和九弟，谁也无法穿过禁制进入药阁。药阁进不去，药王的寝殿却是没有禁制或阵法的。先祖不甘心，坚信药王一定留有破开药阁禁制之法，但药王的寝殿每一个角落都被人翻遍了，也没找到破开药阁禁制之法。
接受灵异谷招揽之后，先祖最后一次去到药王的寝殿，若这次再无收获，他便彻底死心。就是在这一次，先祖一踏入药王的寝殿，竟看到那幅悬挂在墙上无人在意的药王画像上的药王眨了一下眼睛。先祖大喜，认定这幅画一定大有玄机，说不定画中就藏着破开药阁禁制之法，就算不是如此，也一定有利可图。药王画像图的事儿，先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灵医谷。可惜先祖至死也没有解开药王画像的玄机。药王画像随着先祖的执念传给了金家后人，至今别说解开画中玄机了，连画中智人眨眼也不曾看到过一次。金医师无数次怀疑先祖所说看到画中的药王眨眼是他的幻觉，那幅画其实就是再普通不过的人物画像，并没有什么玄机。金医师万万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看到和画上的药王长得一模一样之人，他可不相信毫无关系的两个人会生得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似的。此人是失踪千年的药王本尊，还是药王的子孙后代？南雨荣见金医师看到岛主夫君后，就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他传音于金医师：金医师该回神了。在南雨荣的提醒下，金医师从思绪中抽离，他目光暗了暗，开始检查岛主夫君的身体状况，心下却在盘算：此人定然跟药王有关系，药王殿那座药阁的禁制有希望破开了，必须要将此人掌控在手中。南雨荣则在期盼金医师能治好岛主夫君，他要借这个机会攀附上恶魔岛最有权势的女人，无论是九州还是鬼境，他都要当那个人上人。木婵娟和展星留意着金医师和南雨荣的一举一动，只要两人一有不对劲，必定血溅当场。金医师心中自信满满，这种身上没半点伤却就是昏迷不醒的病人，他碰到过好几例，不是问题。然而好半晌过去，金医师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竟然检查不出此人的病因，可以说毫无头绪。南雨荣大感失望，连金医师也没办法，我与这座圣宫当真无缘吗？反而还倒贴了一株玄阴草。金医师的表情，木婵娟这段时日在接榜而来的医师脸上见过太多次，心中不由叹了口气。但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放弃。他不允许他的爱人如活死人一样，余生只能躺在榻上过活。来人，送金医师他们出宫。南雨荣和金医师满心不甘地离开，前者不甘失去了一个往上爬的机会，后者不甘自己暂时没法把岛主夫君带走。毕竟这里是灵气稀薄的鬼境，在人家的地盘上，他一个灵修跟刀俎下的鱼肉没区别。金医师也是在随南雨荣来了鬼境，才知道他请他救治的病人在这样一个听都没有听过的鬼地方。当时他就怒了，玄阴草是珍贵难得，可他的命才是最重要的。南雨荣用鬼气包裹着金医师，掩盖住他灵修的身份，这才稍稍的平息了他的怒火。但见到跟药王长得一模一样的岛主夫君，这对金医师来说着实是意外之喜，因此他也懒得跟南雨荣计较了。走在出圣宫的路上，金医师满脑子都在琢磨要怎么把岛主夫君弄出鬼境。他金家都是灵修，来鬼境就是送死，为今之计只能回灵异谷之后将事情告知谷主。谷主人脉广，路子多，应该有办法从这个恶魔岛岛主手中把他夫君掳走。虽然这样一来，药这样的药阁禁制破开后，里头的宝贝谷主铁定占大头，他金家占小头，可那也比一件宝贝都得不到要好。金医师哪里会想到，他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要算到头了。而在南雨荣和金医师离开月华殿后，娟姨，我要跟你说的是实。酝酿措辞已久的展星将自己发现的事儿告知于木婵娟，以免他到时在没有准备之下面对寻上门来的人大受冲击。在南嫣然和药王离中心城城门口100米时，南雨荣和金医师刚好步出城门。
清脆的铃铛声突兀的响起，南嫣然眼神一冷，血魂铃响了。南雨荣就在他方圆100米之内。方圆100米，这么短的距离压根不需要用到神识探查，凭借修士自身的目力，地上有几只蚂蚁在爬，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更别说一个大活人了。在南嫣然的视野里，100米之内的活人只有城门口的守卫，以及刚步出城门的南雨荣和金医师。在南嫣然先前在城门那儿接寻医榜的时候，血魂铃并未响，说明那些守卫中并无南雨荣。那么目标是谁，显而易见。南嫣然看着出了城门后往他这个方向走来的黑裙女子和老者，杀意在心头涌动。南雨荣，你终于出现了。药王听到血魂铃响，知道南嫣然要逮的人就在附近，亦很快锁定了目标。父女俩心照不宣地对望一眼，而后驻足不前，假装闲聊了起来，等待着猎物的靠近。南雨荣浑然不知前方有什么在等着他，只顾着在心里埋怨金医师没用，没能助他达成所愿。金医师则在催促南雨荣赶紧带他离开鬼境，这个灵气稀薄的地方他一刻也不想待了。但南雨荣还有事要吩咐在鬼境收的那几个手下，并不理会金医师的催促，把金医师气得不轻。南雨荣二人和南嫣然二人的距离逐渐缩短，很快只剩3米、2米、1米。双方擦肩而过之际，南嫣然和药王同时对猎物发难，父女俩出手如电，一手扼住一只猎物的咽喉。而南雨荣和金医师压根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南嫣然送进了黑域空间。南嫣然当然不会在中心城外和南雨荣交手，以免灵力波动引来大量鬼修。他要在黑域空间内好好招呼南雨荣，把一切弄清楚，把一切弄清楚。空间里，南雨荣和金医师惊呆了。这是什么地方？鬼境不可能有这等灵气充沛之地，便是在九州也不曾见过呀。看到南雨荣二人，无聊的貔貅大人眼睛一亮，轻喝一声：哼，来客人了。楚天青和魏冕暂停对弈，打坐修炼的风兰睁开眼睛。南嫣然眉眼寒煞，照出寒冰剑，步步逼近南雨荣。感受到南嫣然身上惊人的杀意，南雨荣连忙祭出招魂幡，厉喝道：你们是什么人？抓我们做什么？金医师则被药王的威压死死压着，无法动弹。南嫣然看南雨荣的眼神如看死人，玉指一寸一寸抚过寒冰剑薄如蝉翼的剑身，软剑似感应到了主人的心境，剑身绷直，闪耀出的寒芒愈发摄人。南雨荣，哦不，应该叫你裘雨荣。我是谁，你很快就知道了。南雨荣大惊，对方竟然知道我的名字，裘雨荣，什么意思？南嫣然的脑海里闪过一幕幕血腥的画面，悬饰于宫门城墙上的目光长老和云长3人，尸横遍地的工人们。他闭了闭眼，持剑攻向南雨荣，剑若飞鸿，快得南雨荣应接不暇。南雨荣惊恐地发现自己体内的鬼气如石沉大海，调动不了，以至于无法驱使招魂幡发挥它的威力。鬼修依靠王者的阴气、怨气、煞气、死气修炼，只有在从未死过人的界域才会失去力量，形同凡人。该死，我这到底是被带到了什么地方？世界上哪有没死过人的界域？面对南嫣然招招狠厉的攻击，南雨荣不敢大意。他在修鬼道前也是灵修，吸收了鬼佬的修为后，成为1阶灵师，用不了鬼气，还可以用灵力。不过在8阶灵师的南嫣然面前，南雨荣自然是毫无还手之力。很快，南雨荣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剑伤，手筋脚筋被挑断，衣衫被血水和汗水浸透。南雨荣咬牙，此女明明可以一招解决掉他，却不那么做，而是选择这样折磨他，这分明是对待有深仇大恨的人的操作。跟自己有深仇大恨的女人，南雨荣瞳孔一缩，尖声道：南嫣然，你是南嫣然！终于猜到了，哼，
最后一剑，南嫣然往寒水剑注入雷灵力，一剑刺入南雨荣的丹田，狂暴的雷灵力在南雨荣丹田中撕裂，将之捣碎。剧痛使得南雨荣的面目扭曲，他捂着丹田的部位，意识到了自己成了再也无法修炼的废人，不甘的怒吼：不，南嫣然！南雨荣满脸疯狂，怨毒地瞪着南嫣然，歇斯底里地骂道：你这个贱人，我是你的二姐，你竟敢这样对我，你就不怕父皇知道后不会原谅你？二姐，你也配带人血洗南国皇宫的你，有脸拿父皇说事？莫说你不是父皇的血脉，即便是似你这等泯灭人性的孽障，难道还以为父皇会容得下你吗？南雨荣神情一滞，激动道：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什么叫我不是父皇的血脉？南嫣然晃了晃血魂灵，冷冷道：哼，多亏了你亲生父亲的这玩意儿，才让我这么快抓到你。他才没有给南雨荣细细解惑的心情。话落，唤出七色魔莲，让他对南雨荣搜魂。南雨荣自云州学院出逃后的经历，通过七色魔莲释放的虚目，展现在南嫣然等人的眼前。不得不说，南雨荣的运气确实非常好，合欢宗弟子和鬼佬没能弄死他，反而被他夺得机缘，去到鬼境，遇上了谁也看不到的灵医谷真千金叶星儿的魂体，而后利用叶星儿威胁冒牌千金叶欢颜，成为灵医谷的客卿长老。南嫣然他们终于知道，对南国和万毒谷下手的人都有谁。原来，就算没有南雨荣，南国也逃不过那一劫。幕后主使者除了受南雨荣威胁的灵医谷圣女叶欢颜，还有身为真千金叶星儿表哥的万正宗少宗主。那万正宗少宗主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指派人手命他们把南文天弄重伤晕迷后带去中州，而对付万毒谷的主使者则是想要独胜百年凝结一颗的五毒珠的叶欢颜。除此之外，南嫣然他们还通过南雨荣的记忆获知了一桩少女心事。灵医谷冒牌大小姐叶欢颜爱慕大昭神国少帝司空镜，多年不改痴心，一时间除了不知道玉有司空镜这个马甲的药王，其他人的目光皆落在了玉的身上。南嫣然逆着玉悠悠道：你什么时候招惹的桃花？这什么叶欢颜，不仅垂涎独胜的五毒珠，还觊觎我的男人。好，很好，不过这个女人的名字倒是有些耳熟，叶欢颜。欢颜在哪儿听过呢？冉冉，玉牵起南嫣然的手捏了捏。我并不认识他。他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何来的招惹桃花？南嫣然轻哼一声，尚未开口，便听玉接着道：我只招惹你。南嫣然克制住想要上扬的唇角，一本正经的点了点头。我知道了。药王等人一脸牙酸的表情，边瞪着玉边磨牙。这家伙也太会了，一句话就将人哄好了。忽然，南嫣然的脑海里白光一闪，想起了一个人。他知道自己为何会觉得叶欢颜这个名字耳熟了。在南嫣然的记忆中，还真有一个叫叶欢颜的女人。那段记忆已经有些久远了，在她还是24世纪古一族少主的时候，离身陨后神魂归位都还隔着7、8年。那时南嫣然揪出了一个邪一族安插在古一族的卧底，对方妄图谋夺古一族代代相传的至宝混沌古戒。南嫣然亲手处死了那个卧底，那个卧底的名字就叫叶欢颜。南嫣然眸内冷芒流转，九州的这个叶欢颜是在8年前霸占了叶星儿的肉身，取而代之。这个时间点倒与24世纪邪一族的叶欢颜被处死的时间点对得上，是巧合，亦或这两个叶欢颜当真有关联？记忆在这一茬，南嫣然不免想到了自己的混沌古戒。混沌古戒内的古医传承确实足以令天下人为之疯狂。通过皮皮之口，南嫣然得知自己的前世至尊女帝段无锡就拥有混沌古戒，
而24世纪的古一族正是凭借混沌古界崛起，族群日益庞大，一片盛景，乃医道圣地。南嫣然猜测，应该是自己前世陨落后，混沌古界不知怎么的去了一劫，成就了古一族的繁荣昌盛。今生转世后的他，部分魂魄被娘亲送去异界，成为古一族少主，混沌古界重回他手。冉冉，在想什么？难道还在吃醋？玉挠了挠南嫣然的手心，南嫣然扶额，没什么。至于吃醋，这你就想多了，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让他吃醋。再者，自家男人的心里眼里都是他还吃哪门子醋啊？对于媳妇儿如此信任自己，玉当然是高兴的，同时他又想看到媳妇儿对自己的占有欲满满的样子。南嫣然尚不确定此夜欢颜是否为彼夜欢颜，便暂且按下不表。他的注意力终会展现着南雨荣记忆画面的虚幕上。此时虚幕上的记忆画面已经尾声，其上正是今日南雨荣和金医师接榜入城，进入圣宫给岛主夫君看诊的经过。众人聚精会神地盯着虚幕，想看看和药王同名的岛主夫君长什么样。被侍女领进月华殿的南雨荣二人，第一眼看到的自然是一袭白衣清冷出尘的木婵娟。被侍女领进月华殿的南雨荣二人，第一眼看到的自然是一袭白衣清冷出尘的木婵娟。看到木婵娟时，南嫣然心中泛起了一丝异样的感觉。他眨了眨眼，这位美人岛主有何特殊之处？接着露脸的便是展星了。南嫣然几人虽然没有见过展星的脸，但凭着他的一身装束、身形姿态，还是认出了他就是在船上帮他们赴玄经之人。微微惊讶之后，南嫣然几人倒也不甚在意，毕竟他们与此人又没什么交情，对方是什么身份与他们无关。最后入境的自然是昏迷不醒的岛主夫君。皮皮看着那俊逸非凡的青年男子，挑了挑眉。药王老爷子年轻时这么帅的吗？老夫现在也很帅。哎，不对，你怎么知道老夫年轻时长他这样？你见过？没见过，就是直觉他是老爷子你的人魂所化。若这位岛主夫君真是义父的人魂，那就麻烦了。自古欠什么债，也别欠情债，情债最难还。美人岛主为救夫君，张榜寻医，许下重力，可见夫君在他心中的地位。药王张了张口，不知该说什么。不多时，虚幕上的记忆画面消失，对南雨荣的搜魂结束。南嫣然瞥了一眼瑟瑟发抖的金医师，小莲花，七色魔莲会意，立即对金医师搜魂。这金医师是灵异谷顶尖的医师之一，或许知道灵异谷不少秘辛，他的记忆自然有必要获取。而金医师的记忆画面直接证实了岛主夫君无念尊上就是药王的人魂所化，且那幅画着药王青年模样的画像就在金医师的空间戒指内。面对凶神恶煞的南嫣然他们，金医师颤颤巍巍地奉上了空间戒指。南嫣然从空间戒指里取出药王的那幅画像，画像徐徐展开，药王与画上之人四目相对时，异变突生，一抹流光自画上飞出，风势电掣般的没入了药王眉心。流光的速度太快，南嫣然等人压根来不及拦截。义父，南嫣然紧张地看着药王。义父没事，是我的一道神识回归于识海了。这，莫非这幅画所谓的玄机，就是蕴含一道您的神识？应该是这样。药王神色有些复杂，那位岛主夫君与这幅画上的人生的别无二致，而这幅画画的是他青年时候的模样，什么情况显而易见。这可怎么办呢？没想到他的人魂竟背着他娶了媳妇儿。瞧见这一幕，金医师满脸呆滞，心中震撼到了极点。那画上藏着一道神识，为何我金家历代家主都没发现？最重要的是，神识回归正主识海，岂不是说明
道这是失踪千年的药王？皮皮戳了戳药王。您老为何要在这幅画上留下一道神识？不知道，这个问题只能待老夫恢复记忆后才能解答。不过我猜，药王瞥了金医师一眼，或许跟打开这丝际遇的药王殿那座药阁的禁忌有关，就跟留备用钥匙一样。尽管他本人能够直接进药阁，但还是以防万一，留下了一道能打开禁制的神识。南嫣然心头一动，义父，您那道神识随着这幅画待在金家人身边近千年，类似卧底，是您的另一双耳目。您可接收到这双耳目传达给您的他近千年来的所见所闻？不错，通过这道神识，义父我也算是看尽了九州近千年来的风云变幻，大小势力起落沉浮，包括那灵医谷是如何一步步崛起，而我药王殿又是如何渐渐没落。南嫣然拍了拍药王的背，沉声道：义父，如今您在，我也在，药王殿重现辉煌是迟早的事儿，而吞了药王殿之物的人都得。南嫣然眯了眯眸子，目光转向南雨荣，这女人能断臂再生，正是靠着灵医谷从药王殿夺走的生机玉骨丸。南嫣然一字一对上南嫣然冰冷幽沉的目光，瘫在地上苟延残喘的南雨荣打从心底生出畏惧，同时又不甘极了。南雨荣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到1年的时间，这个又胖又傻、丹田被废、父皇厌弃的妩媚，竟绝境翻盘，成长到今天这个地步，凭什么呀？他的人生就该烂在泥沼里。南嫣然缓步走到南雨荣的身前，心念一动，千机魔藤分化出数条藤蔓，藤蔓涌向南雨荣，将他的储物袋等随身物品收走。确定没有遗留后，南嫣然右手抬起，混沌圣火于他掌心冒出。南雨荣面露惊恐：你要干什么？那是什么火？火系修士释放的火焰不是这样的。何必问废话？难不成你以为我会留你一命？不，别杀我，我保证再也不跟你作对了。晚了。南嫣然手一挥，掌心的紫焰落在南雨荣身上。南雨荣瞬间身形俱灭，混沌圣火可不止焚灭肉身，亦燃烧神魂。南嫣然可不信南雨荣的不跟他作对的话，这个女人绝对一有机会就要作妖。如果南雨荣真的只是跟他作对，冲着他一个人来的话，他还没那么愤怒，奉陪到底就是了。但南雨荣千不该万不该动到父皇和一整个南国皇宫的宫人，以及清河家族头上，那他只能断其轮回路了。解决完南雨荣，南嫣然并未收起混沌圣火，他微笑着走向金医师，那笑容落在金医师的眼中，堪比恶魔，令他如坠冰窟。南嫣然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金医师：你要通知灵医谷谷主，让他想办法把恶魔岛岛主的夫君掳走，垂涎药王殿药阁。不，我没有，真没有。求你们放过我，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们。给你2个选择，要么立天道誓约，认我和义父为主，要么神形俱灭。金医师浑身一颤，神形俱灭？不，他不想死，更不想死后再无来生。金医师闭了闭眼，深深拜倒。说着，他立下天道誓约，将自己的性命交付于南嫣然和药王。金钱，这名字倒是好记，起来吧。药王撤去压在金钱身上的威压，金钱吞了吞口水。药王大人，他不明白，既然眼前之人是药王，那恶魔岛岛主夫君又是怎么回事？药王挥了挥手，示意金钱一边待着去。生命威胁不在，金钱总算得以仔细打量自己如今身处之地，那是越看越震惊，越看越惊喜呀！这样的洞天福地，是他的2位主子所有吗？
在伺机南嫣然的七色魔脸的搜魂手段闻所未闻，被搜魂者没变傻就算了，记忆画面还能展现出来。金钱被迫认主的不甘消散，彻底拜服。或许跟着这2位星主，他不一定就前途无量呢。尊主，为何不干脆了结了他？你忘了毒圣被抓去了灵医谷。师妹，你是要此件事了后冒充南雨荣入灵医谷救出那只五毒兽？不仅如此，我还要将灵医谷搅得天翻地覆。金钱是南雨荣请出灵医谷去给人看诊的，若金钱离奇死在外头，冒充南雨荣的他不好向灵医谷交代，此为其一。其二，金钱身为灵医谷顶尖医师之一，在谷中地位崇高，有他相助，对于他在灵医谷的行动会方便很多。皮皮了然，朝南嫣然竖起了大拇指。还是尊主考虑周全，从内部下手，不仅救出兽兽的难度缩小，还能顺带搞事。楚天青对灵医谷也没什么好印象。灵医谷谷主夫人是巫神宗大小姐乌梅，乌妹的亲姐姐。乌妹便是现任万镇宗宗主楚顶天的夫人。楚天青怀疑楚顶天毒杀他外公的毒药就是乌妹从灵医谷拿来给楚顶天的。闻言，皮皮嘴角抽了抽。还真是蛇鼠一窝，渣渣大集合呀！南嫣然半开玩笑半正经道：无妨，我们专业虐渣。灵医谷、万镇宗、巫神宗同气连枝是吗？迟早给他们连根拔起。未免看了一眼南雨荣的招魂幡。师妹，那位灵医谷真千金叶心儿，他暂时先放着，现在我和义父入城去，看看义父的人魂是什么情况。快去吧。南嫣然和药王离开黑域空间，往中星城城门口过去。圣宫月华殿，崭新的话令穆婵娟脑袋嗡嗡作响，难以置信。你说什么？你姨父他怎么可能是？后面的话穆婵娟说不出口，嗓子无比干涩。他的夫君怎么可能是他人的一道人魂聚形而成？看着穆婵娟一瞬苍白的面色，展熙目露不忍。娟姨，若他与娟姨对调，乍人闻听这种事儿亦会不知所措。展熙本就不擅长安慰开导人，现下这种情况更是连一句安抚之语也组织不出来。他有些后悔自己是不是不该把事情告知于娟姨，可是说他不知情也罢了，既已知情，且对方马上就要寻上门来，还瞒着娟姨的话，他又过不了心里那一关。穆婵娟缓缓地朝躺在榻上的俊逸男子走去，每一步都沉重不已。他眉心刺痛，心突突地跳。展星能嗅到他人神魂气息的能力，穆婵娟再清楚不过。即便他再不愿相信这件事儿是真的，可事实就是事实，并不以他的意志而转移。穆婵娟跌坐在榻边，玉手轻抚着榻上男子的脸。夫君无念。低柔的声音含着万般恐惧和不舍。穆婵娟这一生从未像此刻这般害怕过。他是他深爱之人，早已融入生命，刻进骨血，无法想象失去他以后的光景。他是他生命中的一束光，带给了他无尽温暖，叫他如何能割舍？一滴泪自穆婵娟的眼中滑落，落在宛如睡美人的男子脸上。男子语结机不可察地颤了一下，却依旧没有醒来的迹象。夫君，你快醒醒，告诉我该怎么办。穆婵娟俯身在睡美男额上印下一吻。与他结缘是在10年前，看到他的第一眼，他一向波澜不惊的心湖不由自主地泛起了涟漪。那天他去黑暗森林祭拜大哥，遇见了与上百个凶煞鬼物厮杀浑身染血的他。大哥是黑暗森林之主，他身上有大哥留下的驱邪符，是以那些凶煞鬼物一看到他就一哄而逃。他一脸疑惑，不明白鬼物们为何放过了他。虽对他动了一点心思，
但他不曾有过感情经历，并不知道心中的涟漪代表什么。他一句话也没同他说，继续去往自己的目的地。哪成想他竟亦步亦趋，默不作声地跟在他身后。心中涟漪作祟，他没有赶他走，默许了他的跟随。跟着跟着，最后跟他回到了恶魔岛。他宛如一张白纸，除了知道自己叫无念，其他一概不记得，简直单纯到有点傻。看着他时，眼睛像是会发光。后来他听从自己的心意，娶了这个纯情傻小子。殿中气氛无比压抑，展星深吸一口气，坚定道：娟姨，你既舍不得姨父，那就留下他。便是舍了这条命，展星也不会让人带走姨父。他知道对方找回自己人魂是理所应当的，魂魄不全对于修炼进度、领悟某些高深的功法神通，甚至渡晋级雷劫等都有着不小的影响。而炼气师、炼丹师等职业想要取得不俗的成就，神魂强度必须比肉身强度更高。但是展星狠狠地闭了闭眼，这次我只能帮亲不帮理，做一回那不讲道理之人了。身怀另一半传家之物的先祖陨落于鬼境，小时候他和父亲入鬼境寻找那另一半传家之物，险些成为鬼物们的食物。是娟姨的哥哥救了他和父亲，留他们在娟姨这养伤。此后他和父亲每入鬼境都会来拜访娟姨，尽管他们并无血脉联系，但这么多年下来，他早已视娟姨为敬重的长辈。事实上，展星对南嫣然一行人的印象还不错，但那点好印象自然不足以与慕婵娟相比。心中的天平偏向谁，不言而喻。听到展星的话，慕婵娟自嘲一笑，她也很想自私一回，不管不顾地把人留下，阻止对方入城，但这违背了她做人的原则，她迈不过心里的那道坎。可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把人带走，她亦做不到。夫君虽是一道人魂所化，但已有了自己的思维，与独立的个体无异。慕婵娟强自冷静下来，双拳紧握。若对方能让夫君醒来，且夫君也愿意回归本体，我便放手。无论娟姨做何决定，展星都支持您。展星心中愧疚，说到底，对方能这么快寻来恶魔岛，全赖出自他手的引魂木。慕婵娟看得出展星的心思。你不必愧疚，还是要谢谢你告诉我此事，让我不至于一点准备的时间都没有。这是我应该做的，当不得娟姨这声气。您好好陪陪姨父，我去殿外守着。展星退出殿中后，慕婵娟执起睡美男的手，将脸颊贴在他的手心，喃喃：傻夫君，你不会愿意离开我的，对吗？南嫣然和药王入城前撤去了脸上的炼容术，恢复本貌，确定了药王的人魂就是岛主夫君。他们此次入城自然是要以真面目示人，毕竟要面对的是与药王的人魂有着不一般感情的岛主，他们还是光明正大一点比较合适。一名城门守卫将南嫣然和药王领至月华殿外，守在殿外的展星挥退守卫，深深地看了一眼南嫣然二人，而后入殿告知慕婵娟二人的到来。南嫣然眸内划过一抹异色，这个黑衣人在幽冥之森时见过他和义父的真容，看到他们出现在此，竟无一丝意外。不等南嫣然深思，展星折回，做出请的手势。二位请。南嫣然和药王略一点头，随展星入殿。慕婵娟端立于床榻前，极力让自己保持镇定。她不动声色地望向展星身后的药王和南嫣然。当目光触及南嫣然的面容时，慕婵娟心头一震，恍惚间好似看到了另一个人向她走来。少女的这双桃花眸，竟与她大哥慕渊庭的那双眼生得一模一样，连那份独一无二的神韵气态都如出一辙。慕婵娟死死地盯着南嫣然的脸，几乎忘了呼吸。
少女的眼眸与记忆中大哥的眼眸重叠，丝毫不违和，而少女的面部轮廓则像极了另一个人，小师妹灵英。慕婵娟心神俱震，她很难说服自己，眼前的少女与自己的大哥大嫂没有半点关系。这仙姿异貌的少女，当真不是大哥大嫂的孩子吗？对上慕婵娟震惊与灼热交织的目光，南嫣然的脑海里缓缓打出了一个问号。美人岛主这是……不过见到慕婵娟真人，南嫣然心中异样的感觉比通过南雨荣的记忆画面看着她要强烈了几分。就在这时，药王怀中的引魂木自行飞出，落在榻上之人的身上。慕婵娟瞳孔一缩，视线在沉睡不醒的夫君和药王之间来回移动，心中五味杂陈。南嫣然抿了抿唇，朝慕婵娟拱手一礼：“岛主，不瞒您说，我与我义父接榜入圣宫，是为一事而来。”接着南嫣然将来意道明。说完，南嫣然心中极为忐忑，不知慕婵娟会如何回应。药王完全不擅长应对这种局面，虽保持沉默。即便慕婵娟已经知道南嫣然二人的来意，但这一刻真的到来时，心头仍无比钝痛。慕婵娟转过身，拿起榻上男子身上的引魂木，微微仰头，将眼中的失意逼回，嗓音艰涩道：“若要带走我夫君，前提是你们能让他苏醒，且他愿意回归本体，如此我便放他离开。”南嫣然和药王相视一眼，一时有些犯难。有些事儿一旦掺杂了感情，真的难办。看岛主这用情至深的样子，那道人魂必然也爱极了他，怎么可能愿意离他而去呢？若人魂拒绝回归本体，岛主势必相护到底。与岛主为敌是南嫣然和药王所不愿的，毕竟在这件事里，岛主是无辜的，他守护所爱之人也没错。可药王若不收回人魂，不仅会一直缺失过往的记忆，还有一点，阴阳咒的解咒之法也就不得而知了。而人魂单独存在时，是不具有完整体识的记忆的，只有回归本体之后，那些过往的记忆才会觉醒。所以放弃收回人魂，只通过搜魂获取他的记忆是行不通的。南嫣然和药王难以决断，沉默良久后，不想一直干杵着，索性行至榻前，决定先看看榻上之人是什么情况再说。这一看，南嫣然和药王同时一惊，心中的纠结两难顿时散去。或许是天意，让南嫣然二人和慕婵娟之间不必再因为人魂的去留而僵持。因为猎魂之症，药王沉声道。慕婵娟眉头一拧，心中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何为猎魂之症？神魂受到极大的创伤，从而渐渐分裂溃散。慕婵娟眼前一黑，身体晃了晃，南嫣然下意识地扶了她一把。慕婵娟不自觉握紧南嫣然的手，难怪他身上的伤全都好了，却一直不曾醒来。原来是伤到了神魂，而夫君他本就是一道人魂聚形而成，神魂强度自然比不得神魂完整之人。嗜血盟竟有能伤人神魂的高手，那这猎魂之症要如何才能治好？南嫣然默了默，回握住慕婵娟的手，轻轻道：“唯有回归本体，方能止住它分裂溃散的趋势，否则再过些天，它会彻底消散在这个世间。”慕婵娟后退一步，本就没什么血色的脸愈发惨白。什么？彻底消散？岛主，猎魂之症非是我和义父为了取得人魂而故意诓骗于你的。我可以立下天道誓约，若我所言有半个字为假，便叫我修炼之途就此终止，修为再无寸进。对于一个修士来说，这等誓言不可谓不重。慕婵娟苦笑：“小丫头，你不必立誓，我信你。”只看着少女的这双眼，
他便没来由地相信他的任何话。正欲立誓的南嫣然一怔，换个人绝对会持怀疑态度吧。岛主竟然信他，而且从踏入月华殿之后，岛主的一系列反应让南嫣然觉得对方好像事先就知道了他和药王的来意。这并不是说岛主就该发疯失态，而是他的反应不像是乍人得知爱人是他人的一道人魂所化。南嫣然不由得看了一眼正一脸不忍的展星，思及对方看到他和药王时也并无意外之色，两相结合，南嫣然心中已有定论。岛主与那黑衣男子十有八九事先已经知道了他们来此的目的，虽然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知道的，但眼下不是探究这个的时机。多谢岛主的信任，今日你便好好陪陪他，我和义父就不过多打扰了。明日他须得回归本体4个字，南嫣然没有说出来。事已至此，他相信岛主明白其中的厉害。慕婵娟当然明白，若他执意扣着夫君不让他回归本体，那等待夫君的就是彻底消散在世间，天地间再无他的气息，他怎么舍得呢？这是他万万不能承受的。翌日，南嫣然和药王去到月华殿。来了。慕婵娟眼下有淡淡的青黑，显然一夜未眠。她最后望了一眼榻上之人，逼着自己转身朝殿外走去。慕婵娟不愿看着夫君消散在天地间，同样亦不愿亲眼看着他被本体收回，后者是另一种消失。她唯有让出空间，不去看那一幕。望着慕婵娟透着浓浓伤感压抑的背影，南嫣然心中暗叹，这世间果真唯有情之一字最难理解。慕婵娟行至殿门外，忽而回首，与南嫣然的视线撞了个正着。小丫头的脸实在是太笑死她大哥大嫂了。慕婵娟急需有件事情来占据心神，好让自己不那么难受。她下意识道：小丫头，我有话要同你说，可否介意不说话？南嫣然微讶，岛主能有什么话跟她说？不知为何，她莫名的不想拒绝对方。当然可以。南嫣然跟药王打了声招呼，而后抬步走向岛主，与他一同离开月华殿。两人在离月华殿不远的一座凉亭内落座。慕婵娟一顺不顺地看着南嫣然，目光悠远。她唇瓣动了动，似在酝酿措辞。南嫣然眉梢微不可见地挑了一下。岛主有什么话直说无妨。岛主看我的眼神像看故人，莫非……好，那我就直说了。小丫头，你的娘亲可是姓凌？南嫣然心中一动，岛主不可能无缘无故提起我娘亲，难不成对方认识我娘亲？这就是岛主一直盯着我的脸看的原因吗？有关娘亲的消息实在少之又少，南嫣然眸色渐深，不愿放过向岛主打探的机会。她刚要摇头，因为娘亲姓凤。想到什么，南嫣然动作一顿。秋娘说过，娘亲叫灵英，灵英是将过往尘封的娘亲的化名。岛主，不知你与你所说的灵姓之人是何关系？南嫣然不大反问，因为他不知道岛主与他娘亲是敌是友。慕婵娟目光沉静，好似看出了南嫣然的顾虑，顿了一下，她定定的道：她是我的大嫂。南嫣然眼睛微微张大，大嫂？南嫣然心绪万千，尚未组织好语言，便听慕婵娟接着道：她叫灵音，傲雪凌霜的凌，声音的音。话落，慕婵娟直勾勾地看着南嫣然，不想错过南嫣然一丝一毫的表情变化。南嫣然面上神色不变，心中浪涛翻涌。如此精准地说出娘亲的化名，岛主果然认识我娘亲。说娘亲是岛主的大嫂，那岛主岂不就是我那便宜爹的妹妹，我的姑姑？见南嫣然一时不动声色，慕婵娟温声道：小丫头，我也可以立天道誓约，证明我所言非虚。不必了。
南嫣然眼神复杂地望着穆婵娟，就如岛主昨日相信我和义父所说的炼魂之证一样，我亦信你。我娘亲的确姓凌，名音。穆婵娟端着茶杯的手一晃，茶水溢出，打湿她的手，她却恍若未觉，喃喃道：我就知道我不会看错，小丫头你果然是大哥大嫂的孩子，我的侄女。南嫣然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明明是来寻义父的人魂的，竟一同寻到了自己的姑姑。穆婵娟猛然起身，一甩袖，被茶水打湿的手瞬间恢复洁净。南嫣然亦坐不住，紧随其后起身。两人都有太多的话想要问彼此。穆婵娟上前一步，一把将南嫣然拥入怀中，柔声道：乖侄女，告诉姑姑你叫什么名字？南嫣然，南方的南，烟雨的烟，染色的染。真好听，姑姑的小冉儿。穆婵娟爱怜地摸了摸南嫣然的头，没想到大哥大嫂竟然留有血脉，都是姑姑的错，连小冉儿你的存在都不知道，让你这么多年一直流落在外。他稍稍松开南嫣然，急道：快跟姑姑说说，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南嫣然能感觉到穆婵娟的关心发自肺腑，做不了假，难怪看到她会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感觉，原来对方竟是她的姑姑。南嫣然微微一笑：我过得很好，养育我之人待我极好。那就好，不然姑姑可真要……您还有一个侄子，我的亲弟弟，他叫朝暮，朝朝暮暮，我们是龙凤胎。不过朝暮有事在身，因而此番并未与我一同入鬼境。侄子朝暮。穆婵娟眼眶微红，意外之余又感惊喜，大哥大嫂居然生了一对漂亮可爱的宝贝。南嫣然满心疑惑：姑姑，看您并不意外我和朝暮是由他人抚养长大，您可是知道我娘和父亲为何无法陪伴我和朝暮成长？他们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闻言，穆婵娟目光瞬间变得沉痛，她没有先回答南嫣然的问题，而是问道：小冉儿，你既是由他人养大，怎会知道你娘亲的名字？我也是从娘亲的下属口中得知的。南嫣然将事情大致说了一下，穆婵娟闭了闭眼。原来如此，仙月宫啊。您也知道仙月宫？你爹娘同我说过。小冉儿，穆婵娟眼中划过一抹痛苦和憎恨。我和你爹来自域外。域外？南嫣然面露诧异，那是什么地方？这时月华殿的殿门由内被人打开。吾女无锡。南嫣然瞪大了眼睛，看着半米外俊逸非凡的男子，不可思议地开口：你是义父？义父收回人魂后，外形竟也会朝着人魂的模样转变吗？穆婵娟一震撼地凝视着来人，心潮翻涌。怎么会？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药王，恢复了所有记忆的药王。药王心中无限感慨，语调低沉：是我，无锡。眼前灵动明媚、可盐可甜的少女，较之1000年前变化颇大。那时候的她整一只冰山女王，但无论怎么变，她是她的掌上明珠，这一点永远不变。南嫣然绕着药王走了一圈，迟疑道：义父，你怎么……他都有点不敢看自家姑姑的表情了。药王知道南嫣然要问什么，目光掠过面色苍白的穆婵娟，心口一缩。情况倒也不复杂，药王在与人魂融合的过程中，人魂忽然醒了过来，恢复意识的人魂自知无法阻止正在进行中的融合，只能竭尽全力守住自己的意识，不让那些珍贵的记忆破灭。也不知是不是人魂的执念太深，
与药王两相融合完毕之后，最终定格的是人魂的醒梦。数了千年前的记忆，此时的药王心中亦盘踞着一团浓烈如火的感情。莫说斩情灭缘了，光是动一下这个念头，便心脏钝痛，浑身每一滴血都在叫嚣着不愿意。我与他已融为一体，我即他，他即我。什么？慕婵娟怔怔地看着药王。是我想的那样吗？南嫣然惊讶过后，目光在药王和慕婵娟身上转悠一圈，心道：如此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当然，感情的事儿他不会掺和，一切都要看当事人自己的造化。若义父和姑姑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只能说明他们有缘无分。药王思绪千回百转，动了动嘴唇，却又把嘴里的话咽了下去，索性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话。只见药王双手微抬，一手释放灵力，一手释放鬼气，赫然是灵鬼双修。人魂不可泯灭自己的意识，他的力量自然也融入到了药王体内，因此本是灵修的药王同时拥有了鬼修的力量。见此，南嫣然彻底明白过来，自家义父那句我既是他，他既是我是什么意思。融为一体啊！慕婵娟目光颤抖，那鬼气是如此的熟悉，属于夫君的鬼气。夫君的力量得以保留，那他的意识也定然还在，他记得他。慕婵娟心吸口气，移开目光，不再看药王那张熟悉的容颜。高兴吗？自然高兴，难过亦有之。虽然夫君的意识和力量都还存在，他们之间的回忆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记得，但与小侄女义父融合后的夫君终归不再是以前的他，他不知该如何面对他。见慕婵娟忽然不再看自己，药王薄唇微抿，有些不知所措。他无声地叹了口气，收起灵力和鬼气。南嫣然传音与药王：义父别灰心，顺心而为，平心而动，确保将来不遗憾后悔就行。他也只能这么一说了，其他的管不了。药王抱了抱南嫣然，再摸了摸她的头，看着亭亭玉立的少女，眼眸微涩，声音饱含思念：呼吸，为父的乖女儿。药王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不过是入鬼境寻能解阴阳咒之物的其中之一，再醒来竟已是千年后，宝贝女儿更是轮回转世了。不过转世后的宝贝女儿脸上没了恶咒，不用在成日戴着那半张面具，这一点倒是极好的。什么半面倾城半面修罗，分明就是姿容秀绝，光艳动天下，风华世无双。义父坐。南嫣然拉着药王坐下，给他倒了杯茶，双手奉上。当然了，同样的举动他也没忘了给慕婵娟安排上。慕婵娟笑睨着南嫣然，越看越喜欢，心中的郁结不知不觉消散了些许。南嫣然眨眨眼：姑姑，你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我还不知道你和我父亲的名字呢。姑姑？忘了跟义父您说了，您没听错，美人岛主是我的姑姑。南嫣然简单的跟药王说了一下认亲缘由。这么简单，你们就没想过或许只是同名呢？没想过。璎珞姑侄俩相视一笑，不会错的，一个名字再加上亲人之间的羁绊已经够了。见状，药王点了点头，不再多言，他们自己确定就行。小冉儿，慕婵娟温声道：你姑姑我名为慕婵娟，悲以字幕的慕，千里共婵娟的娟。你父亲名为慕渊庭，渊庭月至的渊庭。南嫣然默念了一遍这两个名字，微微点头表示记住了。对上了，秋云说她娘亲对便宜爹的称呼是阿渊。您之前说的域外是何处？慕婵娟握着茶杯的手紧了紧，嗓音寒凉。无尽海之外便是域外。南嫣然和药王同时一惊。无尽海之外？
无尽海虽大，却有尽头。尽头处是一片广袤的天地，于九州来说，那里就是域外。我和大哥是域外派来颠覆九州的棋子。南嫣然和药王皆拧眉，无尽海有尽头，尽头那边的人还妄图颠覆九州，而穆婵娟口中的棋子，更是让南嫣然心中尤为不舒服，这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那是个名为丰域的地方，丰域的面积和人口虽只有九州的一半，但那里的灵气却比九州充沛得多。刚出生的婴儿就有灵视境的修为，论整体实力，丰域绝对是强过九州的。和九州一样，万年来丰域也有无数人前赴后继，踏上探索无尽海究竟有无尽头之路。那些人全都杳无音信，无一人返航。那丰域之人是如何知道九州的存在的？500年前，有一个来自九州的女人，成功渡过无尽海，抵达丰域。那个女人一踏上丰域的土地，就被域主抓住。据那女人所说，她历时整整100年，方才渡过无尽海。海上奇诡凶险，她无数次死里逃生想返航，却早已迷失方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成功靠岸的。得知九州这个于丰域来说亦是域外的地方，域主就生出了想要攻占九州的心思。而那女人为了活命，答应助域主完成攻占九州的大计。她根据自己那100年海上漂泊的航程，大概估算出无尽海的长度。而后她花了50年时间，钻研出了一个传送距离超出无尽海那么远的传送阵。但那传送阵也有弊端，每次启动传送前需要以灵石喂养100年，且一次只能传送2个人。这样的话，即便那域主占领了九州，又有何意义？光是来回九州和丰域，就要200年。不是的，那个女人的能耐不止钻研出那传送阵，她还制定了在无尽海建造海底隧道的计划。传送阵一次只能传送2个人，但海底隧道一旦建成，丰域之人便可通过海底隧道倾巢而出，降临九州。无尽海那么大，即便顺利的情况下，海底隧道少说也要好几百年才能竣工。南嫣然无语至极，花费那么多时间、人力、财力、物力等，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去侵占别人的家园。所以在海底隧道竣工前，那域主就先挑选人，用传送阵送到九州，让人在九州好好的经营发展，最好成为一方尊者。待海底隧道竣工以后，与杀来九州的丰域同胞里应外合，拿下九州。被选中派来九州之人，皆为丰域当世天赋最为出众者，如无意外，成为一方尊者是必然的。350年前，第一对肩负使命来到九州的是域主的2个儿子。250年前和150年前的那2对，不知道都是谁。小冉儿，50年前的一对，也就是我和你爹了。你们那时候应该不大吧？穆婵娟忍不住摸了摸自家侄女儿软乎乎的脸。和你一样，15岁。我和你爹虽无父无母，了无牵挂，却不想背井离乡，更不想谋夺别人的家园。但任我们再天才，终是年少，面对域主没有说不的权利，说了就是死路一条，只得假意接受那所谓的荣耀使命。本以为到了九州天高皇帝远，域主怎么也管不到我们，谁知穆婵娟声音一顿，再开口，语气多了几分冷意。谁知我与大哥刚踏足九州不久，对这片新世界尚未了解全面，就被2个人找上门来。那2人正是域主的2个儿子，不过他们行事很小心，
无论是长相，还是在九州经营了300多年后拥有的身份，都不曾暴露过。南嫣然面色微变，那老十子狱主在宁宇父亲身上动了手脚，不然他的2个儿子怎么可能精准找到他？慕婵娟点了点头。那对兄弟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和大哥，狱主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我们体内种下了一种名为血骨的子骨，而母骨则在那兄弟俩体内。母骨能感应到子骨所在之处。他曾在一本古书上见过，只要母骨的宿主想除掉子骨的宿主，给母骨下达指令，母骨便会操控子骨，将其宿主全身精血吸食殆尽。可以说，子骨宿主的命完全掌控在母骨的宿主手中。所以他们以血骨威胁您与父亲，乖乖为风玉卖命，不得有异心。是，说什么只要全力助狱主完成大计，待到风玉吞并九州的那一日，便收回我们体内的血骨，且赐予我们无上尊荣。且不说将脑袋悬在他人裤腰带上的日子，非我和大哥所能忍受，必是能忍。待到那一日，是享无上尊荣，还是卸磨杀驴，犹未可知。为稳住那对兄弟，我与大哥表示，在九州一切行动皆听从他们安排，之后在暗中寻找解骨之法。那他们是如何安排你与父亲的？倒也没有具体安排，而是让我们去往北境，无论用什么办法，在100年内成为北境2州之主。每隔15年，他们会来查看我们是否有往目标靠近，若不符合他们的预期，死。既然你们兄妹的目标是北境之主，那在你们之前来到九州的2对卧底，他们定是被安排去了东域和西域吧。至于用血骨控制你们的那对兄弟，不用想，肯定在九州之首的中州。而南境2州位列九州之末，因此药王没有提及。而先来先得嘛，谁不想在灵气和修炼资源更充足一点的地方搞事业？慕婵娟面沉如水。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对兄弟将我和大哥送到北境，耳提面命一番后便离开了。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我们被无涯山府的无涯老人收为弟子，在他座下排行第2、第3。提到师尊，慕婵娟清丽的脸上不觉浮现几分笑意，显然对方在他心中的地位不一般。无涯老人，南嫣然默默记住这个尊号。就这样，我和大哥在无涯山府安定下来。师尊他经常外出云游，偌大的山府，只有大师兄和我们，以及一众灵旗。小冉儿，大师兄是中州大昭神国帝君之弟，安王司空案。若你有缘见到你师叔，代姑姑向他问声好。大昭帝君的弟弟，那么就是我家男人的马甲名义上的皇叔，要不要这么巧？小冉儿，发什么呆呢？慕婵娟戳了戳自家侄女儿柔嫩的脸颊。南嫣然回过神来，没什么，姑姑的话我记住了。还是等姑姑道完往事，再向她介绍玉和师兄他们吧。您与父亲可有拔除体内的血骨？说拔除也不对。在我们拜入无涯山府的第11年，师尊带回来一个精神失常的小姑娘。小冉儿，这个小姑娘就是你的娘亲，我们的小师妹。小师妹？没想到娘亲与便宜爹竟然是师兄妹关系。哟吼！慕婵娟清了清嗓子。没错，就是小师妹。当初得知大哥要吃窝边草时，她也是很惊讶的。南嫣然心头一动，莫非血骨被拔除与娘亲有关？她的精神状态又是过了多久才恢复正常的？慕婵娟颔首，目露追忆。对，多亏了你娘亲，我和大哥这才摆脱了血骨，不再受人牵制。刚开始那2年，师妹她谁也不搭理，
大部分时候都在发呆，偶尔痛哭发疯自残。但在师尊和我们师兄妹3人无微不至的照料下，第3年开始，师妹自残的次数越来越少。到年底时，她彻底不再伤害自己，只是她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走不出来，不曾开口与我们说一句话，更没有笑过，就如同一尊冷冰冰的雕塑。南嫣然听得心口发堵，尽管与那个生下她的女子不曾谋面，可是她的心依然不由自主地为她难过。龙君眼那头披着羊皮的狼，不值得娘亲如此自毁啊！也不知师妹遭遇了什么才会变成那样。或许师妹与大哥定情后，对她吐露过心声吧。虽然他们师门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但有些事儿只有对世界上与自己最亲密的人方能诉之于口。南嫣然眸内冷意弥漫，那件差点将娘亲压垮的事儿，实则只是一场阴谋算计。小冉儿，你知道你娘亲的过往？我也是2、3个月前才知道的。娘亲之所以精神失常，背负着沉重的枷锁，皆因为她的亲哥哥而起。听完，慕婵娟和药王皆陷入沉默，说难以置信，俗人听闻吧，以他们的阅历，还不至于会这般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亲兄妹又如何？人心是最难揣度的，但气愤那是必然的。慕婵娟又气又心疼，师妹竟然为了那种人受了那么多煎熬苦楚。但若没有对方的算计，师妹与大哥是否还会结缘，这可真是无解。那头羊皮狼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可惜娘亲没能亲眼看到那一幕。师妹那么多年一直不敢回归故地，想来若是她回去了，怕是会被躲在暗地里的亲哥和血魔再次加害。南嫣然点头，这是可以肯定的。小冉儿，能让姑姑看看你娘亲的那把琴吗？当然可以。南嫣然手一挥，一把古朴华美的琴出现在他们身前的石桌上。慕婵娟呼吸一滞，目光定格在古琴上。时隔许多年，再次看到这把琴，无法不令她心潮起伏。小冉儿，我与你父亲体内的血骨，就是被你娘亲的琴声给引出来的。实在太过震撼了，困扰掣肘他们兄妹的血骨，竟然在师妹的一曲之下，自动地从他们体内钻了出来，被他们一火焚之。琴声引骨。那会儿是你娘亲来到无涯山府的第4年，也是我与大哥来到九州的第15年。这10几年来，我与大哥想尽办法，却仍未找到解骨之法。而那对兄弟在这1年随时会找过来，验看我们在北境发展的如何。我们心中无一日不焦灼，不想那对兄弟发现无涯山府的存在。在我们决定离开无涯山府之际，终日困在自己世界里的师妹忽然抚琴一曲。说到这儿，慕婵娟眉眼一弯。那时我们才知道师妹有把琴，还弹得那么好。她那时仍是精神失常的状态，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过是随手一弹，却解救了我与大哥。缘分如此。确实是缘分。大哥本就在那几年对师妹的关照中，生出了自己都不曾察觉到的隐秘情思。血骨的束缚不在，一同解放的还有大哥的心。他发誓要让师妹好起来，就算师妹一辈子都是那样的状态，他也要照顾她一辈子，不让任何人欺负她，包括他自己。南嫣然在心里哇哦了一声，很好，毫不含糊。师尊和大师兄经常外出，在山府待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与大哥在陪伴师妹。而大哥在认清自己的心后，我便没了用武之地，除了一些女孩子的隐私之事，师妹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被大哥给包圆了。想到那段岁月，
穆婵娟清冷的眉眼间不觉浮现了几分暖意。大哥对师妹的用心程度，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师妹的亲爹呢。就这样，在大哥的爹氏加道侣氏照顾下，几年后，师妹终于愿意从自己的世界走出，神智渐渐恢复正常。南颜冉若说不感动，那自然是假的。便宜爹看着娘亲恢复如常的心情，定然是欣喜若狂吧。小冉儿，猜猜看，你娘亲恢复如常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南颜冉瞅着穆婵娟的神色，唇角一勾，对父亲表白。怎么猜到的？您脸上写了答案呀。穆婵娟表情一顿，看着南颜冉的眼神满含喜爱。宝贝侄女真聪明。南颜冉再次从穆婵娟的脸上读出了她未说出口的话，双手托腮挡住脸上的热意，真是怪不好意思的。大哥和师妹心意相通，在一起后的那个黏糊劲儿啊，简直没眼看。后来呢？血骨子骨已灭，风玉那对兄弟无法再通过母骨感应到您和父亲在哪儿，更操控不了你们的命运，对你们的威胁大大降低。在你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您又为何会成为这恶魔岛岛主？药王一颗心提起，与人魂融合后的他知道，穆婵娟待在鬼境完全是迫不得已。她不能接触阳光，一旦暴露在太阳底下，肉身乃至神魂都会消融瓦解。而鬼境是个既无太阳也无月亮的地方，永远是阴天。只不过穆婵娟为何不能接触阳光，药王就不知道了。人魂并不具备他的医术。穆婵娟沉默片刻。后来某一天，师尊的师兄神虚子找上门来寻仇。师尊不在，我们师兄妹4人合力将神虚子击杀。我在交战中不慎中了神虚子一掌，那厮掌中带有剧毒。师尊赶来后，耗费半生修为保住了我的命。命虽保住，但那毒留下的后遗症令我无法行走在太阳底下。穆婵娟没说的是，神虚子那一掌，他是替凤灵英挡的。凤灵英年岁最小，入门最晚，加之精神恢复正常前不曾修炼过1天，修为和实战经验自然远不及3位师兄师姐。本以为顶多受点伤，没想到阴险的神虚子会掌中含毒。不过就算重来一次，穆婵娟依然不后悔挡那一掌。莫说凤灵英是她的师妹兼大嫂，只冲着对方帮她和大哥摆脱了血骨这一点，就值得她以命相救。什么？无法接触阳光？南颜冉神色一变，立即抬手搭上穆婵娟的脉搏，灵力细丝游走在穆婵娟体内，探查她的身体状况。半晌后，南颜冉面色难堪地收回灵力细丝。荣日毒无解。穆婵娟倒不在意，反过来安慰南颜冉。小冉儿别难过，姑姑早就习惯了，至少还活着。最后一句她的语气极轻。药王当然相信自家闺女的诊断，身体僵住。无解。南颜冉垂眸沉思片刻，紧蹙的眉头一点点松开。不，有一样东西可以消除荣日毒留下的后遗症。穆婵娟目光一颤，沉寂已久的念想重燃。她真的还能踏出鬼境吗？药王也想到了那样东西。无忌，你是说五毒珠？五毒珠可解世间一切毒。南颜冉将自己与万毒谷的关系道出。修会毒圣以后，我会请求谷主将五毒珠赠予我，相信他会同意的。希望那只傲娇兽坚持住啊，等我。药王松了口气，那就好。小冉儿，穆婵娟十分过意不去，她这当姑姑的竟然要侄女儿为她冒险。姑姑不必想太多，我本来就是要去灵医谷救毒圣的。再者，我顶替之人是灵医谷的客卿长老，我有谷中圣女的把柄，又有一位认我为主的顶尖医师协助，不会有什么危险的。